哎呦，你現在看到這個不是在偷腳踏車啊，這是河輪在把腳踏車調回船上去。阿春河輪的好處，你可以非常悠閒的穿梭內陸大城小鎮，而且一次可以往很多個國家。超大一碗，不太老的老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戰爭。那種木屐的，好可愛啊！體驗豐富的岸上行程，還有河輪上的精緻服務。服務太好了，原本想大口吃的都變成了小口。繼續上我們的河輪遊覽，最漂亮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萊茵河葡萄園峽谷。荷蘭的北海，萊茵河的出海口。緯度高，氣候涼爽，空氣好。這個我騎不上。在阿姆斯特丹騎腳踏車只有一個字：爽了。歐洲最重要的河流之一萊茵河，全長1230公里。它從瑞士阿爾卑斯山流經了列支敦士登、奧地利、德國、法國，最後到荷蘭的北海。自然景觀、文化歷史、經濟命脈全部串在一起。尤其在萊茵河的中段從德國的美因茲一直到科普倫茲，在這一段65公里的河谷中段，有40多棟的城堡。它在2002年被列為了世界文化遺產，1000年的文化就在這一段。那種木屐的，好可愛啊！歪歪曲曲的傳統仔房，你有看到嗎？然後屋子上面都有突出一個橫桿，那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他們以前稅收的標準就是門窗，你的門做得越大，代表你越有錢嘛，所以他的門都不能做太大。那這個時候門太小怎麼辦呢？他們就用最上面的那個橫桿調到2樓，調到3樓去，所以今天你都可以看得到他房子的特色。我們在錄的時候剛好看得到他們倒垃圾，每個月都要繳那種清潔管理費，也不是天天來到放在外面然後分類所以在國外一切都是使用者付費上坡骑不了，都快皮呀！自行車之旅，總而言之呢，在阿姆斯特丹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登船。現在我們在萊茵河河輪上面的算是 lounge bar 吧，船還沒有開。這秋天的阿姆斯特丹，氣溫呢10度，超舒服。剛剛騎完腳踏車。哎呦，你現在看到這個不是在偷腳踏車啊，這是河輪在把腳踏車調回船上去。河輪公司會在每一個停靠的碼頭跟景點，會把腳踏車吊掛下來，讓租用的船客們、遊客們能夠騎腳踏車遊覽這一座城市。所以坐河輪是不是很棒啊？我們從支流慢慢匯合到萊茵河的主要河道之上，沿路很多的交通運輸船，這些運輸船都非常有特色哦。有沒有看到吃水都很淺哦？
坐船搭電梯。阿姆斯特丹到科隆河段雖然很平緩，但還是會有水位差。為了確保航行的安全跟效率，水閘就會透過調節水位，讓船呢能夠克服了地形上的高低差，能夠在不同的水位通行。所以我們講一個叫做坐船搭電梯。為了兼顧生態的保護，這裡的水閘還設有魚道，模擬自然溪流，幫助洄游的魚類，像鮭魚啦等等啊，順利通過這個區域。所以啊，不要小看一個水閘門，它其實蘊含着環保技術在這裡面。OK， 現在來到的是德國的科隆。今天一樣，我們的卡達恰之旅。在這個季節，騎單車非常舒服。看着右邊的萊茵河，萊茵河上停了各家的河輪，每家的河輪都有它的特色。你看看地上是不是紅色的腳踏車專用道啊？那白色紅色的差別在哪邊呢？在德國交通匯流比較擁擠的地方，比較複雜的地方，它就會變成紅色的腳踏車專用道，再提醒你這裡這個路口比較複雜，你要小心哦。今嘛吃飯來哦。灣仔麵、酥炸肉、抄手，超大一碗，什麼山雞麵啊？哇，很特別啊！它叫白鷺，我想說是不是那個松露啊？試試看吧，等一下就上菜了。我以前還不知道為什麼出國的時候這麼喜歡吃中華料理，原來他要到了一個年紀才會懂這個道理。我現在就到了。哎，還不錯，很道地耶，不知道是哪裡的菜，無所謂，好吃就好了。重慶菜嗎？灣仔麵。什麼酥炸肉，超大一碗個什麼山雞麵啊？山珍雞湯麵，抄手，哇，哎，其實味道算做得很道地。來這邊應該吃德國豬腳，是重慶菜。哎，我要喝試試看。我天哪，那麼重！這看起來就也是不錯的，也是好吃。他們麵應該是手工麵，對，好吃好吃。這一碗雞湯麵，含稅之後是16歐，這個被我吃掉了。這個一盤是10歐，這個是12歐。炸肉、豌豆麵17、18歐，所以你說物價高不高？就是很多人出國的時候這麼喜歡吃中華料理，我現在懂這個道理。科隆呢是德國的一座算蠻大的城市，當然它最著名的標的物就是科隆大教堂。這個地方是一個不太老的老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戰爭。
這個城市呢，很多的地方都是重建起來的。那當然，它還是保有很多的特色。说着说着，我们就骑到了最有名的科隆大教堂。大教堂是科隆的象徵性地標，157公尺高的鐘樓使它成為全世界第3高的教堂，也是世界上第3大的哥德式教堂。建造于1248年，工程斷斷續續，經過戰爭，甚至曾經改建成監獄，一直到現在還陸陸續續的在修繕。這好像是所有歐洲教堂的宿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6年將它列為了世界文化遺產。對我來說，我更是想要把它當作一件藝術品。德國科普倫茲，這艘不是我們的船。科普倫茲是個小鎮，但是是個大景點，所以來到這邊的船呢，都會怎麼樣？並排靠在一起，因為碼頭不夠，那並排靠在一起，我們就必須跨越好幾艘的河輪才能夠走到岸上了。一個有着2000多年歷史的城市，介於新跟舊之間。它在萊茵河跟摩澤爾河的2條河流當中孕育而生，會在2個河流當中的城市，那你想想看，它一定擁有着豐富的歷史跟文化遺產。因為自古啊，人們逐水草而居啊，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河流聚集地或三角洲，一定就是文明的發源地或是人口的聚集地。科普倫茲就在2個河流的交叉之處，它被譽為最美麗跟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而科普倫茲所在的萊茵峽谷是萊茵河河輪的重點哦，因為這段峽谷是最漂亮的，它在2002年被列為了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那這個地方橫跨德國境內，大大小小的城堡非常的多。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城堡呢？最主要是因為它以前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它是很多小王國，所以有很多的國王啊、王子啊去建城堡，就在萊茵河的兩岸旁邊。所以德國童話才會那麼有名，黑森林大道啦、童話大道啦，都是在德國。這些小鎮小景點精彩程度跟歷史文化完全不輸給那些大城市，科普倫茲就是其中之一。萊茵河，這個萊茵河的水跟多瑙河的水不一樣，萊茵河綠綠的，兩旁邊就是萊茵河的中段，旁邊都是一些城堡啊，這裡還有纜車。這個纜車過去到對面的山上，可以俯瞰整個萊茵河中段的科普倫茲的河谷。現在看到的這個是德意志之角，這個德意志之角上面的那一個雕像的人物呢，有17公尺高，它裡面有樓梯可以走上去。那個是威廉一世啊，他是統一德國的皇帝，一直到他的孫子威廉2世在1戰的時候被流放到荷蘭了。從此德意志就瓦解掉了。在2戰的時候，艾森豪將軍呢，為了當時攻打希特勒嘛，就把這個德意志之角威廉的雕像呢，把它打下來。所以這是後來在1933年左右再次建造起來的。那這個地方呢，剛好是一個叫德意志之角啊，所以我們這樣看過去就是萊茵河、莫塞爾河。剛好就在這個地方。這種電動腳踏車還是方便啊，船到哪邊呢？
就幫我把這台腳踏車載到那邊，很方便。搭乘郵輪的好處，你可以非常悠閒的穿梭內陸大城小鎮，而且一次可以往很多的國家，體驗豐富的岸上行程，還有河輪上的精緻服務。然後呢，這也是近年來最流行的，因為河輪幾乎天天都有行程，它天天都規劃靠岸嘛，有時候一天還停靠2個點呢，並且呢提供了3種以上的岸上觀光，全部都包含在河輪的這個費用裡面。而且這個岸上觀光呢，你還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去選擇我要玩哪一種的，所以搭乘河輪很輕鬆的到達目的地，不用舟車勞頓，不用搬行李，非常便利。所以這幾年來非常高成長率的頂級河輪，媲美着5星級飯店的頂級設施跟服務，精緻的餐飲，你可以邊喝香檳邊在甲板上曬太陽。尤其是年紀大的，還有呢行動不方便的，更是愛上河輪。現在我們進到了科普倫茲的巴洛克老城，這裡面有許多的文化、古蹟、歷史、建築，溫馨的一面，乾淨的小路、河岸，漫步在老城區就是一個舒服。再看到廣場的中央有一個特別的紀念柱，上面雕刻着羅馬時期至今2000年來科普倫茲的歷史故事。這個就是市政廳前的廣場，廣場中央有一個穆勒的雕像，它是紀念科普倫茲當地的解剖學跟生理學家，就樹立在市政廳前的廣場。廣場後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噴泉，這個噴泉很好玩，因為前面看到有沒有那個小朋友，他會從他嘴巴吐出水，所以你看到地上有一灘水，對不對？路過的人常常不知道被噴到，很趣味。這個是一個歷史故事啦，所以很多人到了科普倫茲就會去看看那個小孩子從嘴巴吐水的畫面。在老城區中心有一個雙塔式的聖母教堂，我們從市政廳走到了聖母教堂，來看看裡面教堂的布局跟景色。這裡有很多的餐廳，其實看似有營業，但走過去他會告訴你拍謝，我們今天沒有營業。為什麼都沒有營業？主要是因為缺工，所以現在很多餐飲業他們可能只營業3天或4天，缺工啊，所以沒辦法啊。接着我們繼續上我們的河輪遊覽。最漂亮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萊茵河葡萄園峽谷。這一段萊茵峽谷，也就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重點之一，也是你遊覽萊茵河最重要、最美麗的其中一段。沿岸低海拔的山坡，種滿着翠綠的葡萄園。山頭上還有很多的小城堡，險要之地。這旁邊呢，林立着數十座中世紀的城堡，城堡加葡萄園，加上童話故事，加上傳說，你覺得這裡還不漂亮嗎？還不夢幻嗎？尤其是這一段中間都還沒有做橋樑啊，保持着最原始的原貌。昔日的兵家必爭之地啊。雖然這山頭上有一些城堡，它已經頹廢了、荒蕪了，但是呢，德國政府它還是經過重修、整修之後，讓很多人去參觀，很棒。有的則整建為什麼旅館，
嘿，把舊城堡變成了旅館，讓很多的背包客、很多的遊客來到這邊呢，我非得住上那旅館一晚不可。不受大海海象的限制，河輪比較平穩、比較舒適的內河航道，讓我們都隨時可以欣賞到窗外流動的美景。尤其是因為河輪的每一間房間基本上都是安排在大面積的落地窗玻璃，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感受到這種最高檔的，甚至有一點像客製化、頂級化的河輪。而且現在的歐洲常常有很多的規範了，規範什麼？ bus 不能開到城市中心，對吧？那你都要停很遠再走進來。河輪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河輪往往都是停靠在城市的中心點，很棒吧？因此，河輪在歐洲創造出了非常高回流率的銷售優勢，這也是目前最好的新興主題旅遊。現在我們在甲板上吹風吹得累的話，我們就可以走到室內繼續看風景、喝咖啡、喝香檳，